去参加高中班花婚礼，全班同学却把我特制公用车砸了。就因为我工作涉嫌最高机密，被当成是见不得光的营生。班花口中的富豪丈夫，还是我隐婚老公。我在国安实验室干了7年，因保密规则，很少接触外网，也几乎不看高中班群消息。今天通知栏被刷爆了，几十条未读全是同一个群。沈之薇，你还是不是人？孟瑶请你参加婚礼，你连句回复都没有。我翻了聊天记录才搞明白，高中的班花林梦瑶今天结婚，全班能联系上的人都去了，唯独我没回消息。没看到消息，抱歉。几个字发过去，引来更猛烈的轰炸。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破工作，架子倒是比谁都大。别为难人家了，估计他是怕来了丢份。毕竟这7年连个朋友圈都不发，过得好的谁会藏着掖着？林梦瑶也发了条消息，艾特了我。之薇，高中那会儿我跟你说过一句话，还记得吗？我说我将来一定活得比你漂亮。不记得了。群里炸了，人家现在是云城医药巨头夫人，你装什么失忆？林梦瑶嫁的可是富士医药的傅斯年，半个云城的医药产业都是他家的。林梦瑶又发了条语音，语气甜得发腻。之薇，我是真心想你来见证我的幸福，放心，我不嫌弃你。到时候你来了没事做的话，我安排你帮我照看一下签到台。紧接着一张婚纱照，照片上的女人妆容精致，白纱拖地，挽着身旁男人的胳膊笑得灿烂，而她挽着的那个男人西装笔挺，五官冷峻，右手腕上戴着一块定制款腕表，那块表是他3年前订婚时我亲手送的。傅斯年，我盯着照片看了整整10秒钟，这是我丈夫。行，我一定到场。刚发完，手机弹出一条傅斯年发来的新通知。微微，这周有空吗？好久没见你了，记得按时吃饭，想你。结婚3年，跟傅斯年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到2个月，但他的消息从没断过，隔3差5就发一段这样的话。我一直以为那是想念，现在再看只觉得讽刺。我放下手机，去敲领导办公室的门。陈教授，我请1天假。他推了推眼镜。怎么了？你入实验室7年，头一回请假？有点私事。陈教授沉吟了几秒，打开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扔给我。开那台专车去，路上注意安全。那台车太显眼了。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开那台，出了任何状况，第一时间打我电话。我接过钥匙，下楼取了车，输入婚礼地址，一脚油门踩了下去。从实验室到林梦瑶老家，开车3个半小时。路上我把同学群往上翻了翻，林梦瑶从1个月前就开始预热。婚礼倒计时，婚纱试穿，婚戒特写，每条底下都是清一色的恭维。她还发过好几张和傅斯年的合照，有在西餐厅的，有在游艇上的，有一张拍的是傅斯年书房的沙发，那个书房在云境湾别墅，我们的婚房。他坐在我的沙发上，翘着腿，笑得一脸得意。照片右下角隐约能看到墙上挂着的那幅山水画，那幅画是我父亲生前最爱的东西，搬家时我特地挂上的。我锁了屏幕，没再往下翻。3个半小时里，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画面：3年前，傅斯年站在我面前，他说：“沈家和傅家联姻，能让傅氏医药的对手不敢轻举妄动。”他说他会对我好，我答应了。不是因为他的许诺，是因为陈教授说这桩联姻对项目也有好处。傅斯年用我的背景震慑住了所有对家，他坐上了云城医药巨头的位子，而我连这个身份都没法对外公开，因为我的一切信息都是涉密状态，外界没人知道傅斯年结了婚，更没人知道他娶的人是谁。这大概就是林梦瑶能堂而皇之办这场婚礼的原因。导航语音响起，您已到达目的地。我停好车，拉开车门，林梦瑶家门口的巷子被堵得水泄不通，红色气球、花篮、礼炮架排了整整一条街。群里有人发了一段视频，画面里林梦瑶正站在堂屋门口跟一群人寒暄。梦瑶今天好美啊，新郎那排场你们看到了吗？8辆加长黑色轿车，镇上都围过来看了。我没理消息，继续往前走，刚拐过巷口，迎面差点撞上一个人。沈之薇。张琪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你还真来了。他上下打量我一眼，那你可做好心理准备。他没答，转头冲巷子那头喊了一声：梦瑶，你猜谁来了？我跟着他走进宅子门口，一眼就看到了那条红色横幅，热烈欢迎傅氏医药总裁傅斯年先生莅临接亲。横幅底下站着一群人，全是老同学。林梦瑶站在正中间，白裙子裙摆拖了2米长，笑得很标准。周凯凑过去问：梦瑶，你老公家到底多有钱啊？镇上的人传得神乎其神。张琪大声接了一嘴：梦瑶男人的公司，随便一个项目就上亿。你们就别问了，问多了显得咱们没见过世面。林梦瑶笑着拍了拍张琪的手背：别这样说，都是老同学。语气不急不慢，每一个字都带着恰到好处的大方，但那种大方怎么看都像是施舍。我安静地站在人群后方，等他说完。梦瑶，你猜谁来了？林梦瑶转过头，目光越过几个人的肩膀，正好跟我对上。之薇，你真来了。所有人的视线同时转向我。哟，沈之薇。李雪第一个开口，拖着长枪上下扫了我一遍。
7年没见就穿这样来？我身上是出门时随手套的工装外套，黑色长裤、运动鞋，在一堆亮片裙和高跟鞋中间，确实扎眼。我赶时间，没来得及换衣服。赶时间？你做什么工作啊？王婷歪着头，张琪抢着回答：人家呀，在一个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实验室上班，忙得连请柬都不看。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心照不宣地笑了。周凯吃了一声：该不是搞传销吧？神神秘秘的。传销倒不至于。张琪耸耸肩，就是那种街边小作坊，说出来怕丢人嘛。我理解。我没接话。林梦瑶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做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派头。别欺负知薇了，她能来我就很开心了。来都来了，跟大家聊聊嘛。你这些年到底忙什么呀？朋友圈都不发一条。工作性质不方便。没关系，不方便就不说，反正我们今天聚在一起高兴就好。赵老师从人群里挤出来，满脸堆笑。林梦瑶同学，我当年就说过，你这个孩子不一般，果然嫁了个这么出色的丈夫。他这话说完，视线飘到我身上，稍微顿了一下。知薇也来了，语气明显冷了几度。赵老师嗯了一下，没再往下说什么，又把脸转向林梦瑶。曾经的全校第1名，在他眼里比不过一个嫁入豪门的差生。林梦瑶全程笑着，但她的眼睛始终在往我身后瞟，看我停在路边的那台车。终于有人也注意到了那台车。沈志威，那车谁的？周凯先喊出来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外形方正，线条粗犷，不是奢华，而是沉。张琪走近了2步，看了一眼车牌。什么破国产车，搁这儿冲什么大尾巴狼？就是我还以为多高级呢。就这，王婷忽然眯起了眼。等等，你们看那车牌。众人凑过去，这车牌号全是0，这种号段不对劲啊，这不是花钱能买到的。张琪嗤笑，一看就是套的假牌。他那种小作坊打工的，怎么可能有这种车牌？我没吭声。林梦瑶忽然从人群里走出来，径直朝我走来。她站到我面前，伸手就是一巴掌，啪，清脆响亮，周围的笑声戛然停住。林梦瑶，你干什么？我偏过脸，你拿我当傻子呢？这车是我老公的，我早就怀疑4年在外面有人了，没想到就是你，沈志威，你这个贱人！整个院子安静了半秒，然后像捅了马蜂窝。林梦瑶从包里翻出手机，快速滑动屏幕，举到所有人面前，几张照片一张张划过。她坐在同款车的后座，挽着傅斯年的胳膊，身后车牌清清楚楚，角度、颜色、号段跟我身后这台车一模一样。这车他以前开来接过我，我当时还拍了照片留念。众人的表情立刻变了。这么说，沈之薇是Sir，难怪她死活不肯发朋友圈，还开着人家老公的车跑到正式婚礼上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几个同学拿出手机拍照，镜头全对着我。这时候，人群后面挤出一个灰夹克男人，头发花白。他走到我那台车旁边，围着转了一圈。这车不太对。他小声嘟囔：“我是孟瑶她二姑父，我以前在科研保障单位待过，这种车我见过，这不是私人车辆。”林梦瑶的脸色沈了一下：“二姑父，别乱说，这就是4年的车，我坐过好多次了。”他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您别捣乱行不行？”灰夹克看了看车，叹了口气，退到人群后面去了。赵老师拧着眉头走过来：“沈志威，我教了你3年，没想到你变成这种人，以后出去别提是我的学生。”我看着他，没解释，因为解释不了。我的身份是涉密的，婚姻也是涉密的，我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当众拿出来证明自己清白。林梦瑶从第一天就算准了这一点。沈志威，既然你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你给我老公当了多少年的三儿？1年、2年，还是从高中就开始勾引他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举着手机直播。既然是三儿开来的，那这车我看也不用留了。林梦瑶弯腰从地上摸起半块碎砖头，抡起就朝车窗砸了过去。砰的一声，砖头弹了回来，车窗连个裂纹都没有。这什么车啊？林梦瑶愣了一下，张琪拎了块石头，我来。他用尽全力砸上去，同样弹开，还是没有裂。周凯抄起一根铁管对准车灯就是一顿抡，叮叮当当响了好几下，车灯完好无损。这到底什么材质啊？他满头大汗地退了一步，不信邪，又朝引擎盖砸了几下，留了几道白印子，但没有任何实质损伤。我说，这车不是普通的车，你们最好停手，损坏它的后果不是赔钱能解决的。你有什么资格说话？这是我老公的车。他一脚踹上车门，车门纹丝不动。张琪喊：砸里面！门没锁，一群人像发了疯一样钻进车里，座椅、仪表台、中控屏，能滑的滑，能踢的踢，钥匙挂件被扯下来扔出窗外。有人把后备箱打开翻了一遍，工具包扔了一地。我站在旁边看着这群人发疯，没拦，不是不想拦，是拦不住。我抽出手机拨了陈教授的号码：陈老师，我的专车被人砸了。话说到一半，手里一空，张琪绕到我身后，一把夺走手机高高举起：还想叫人？
叫谁来？他手一松，手机从头顶砸下来，屏幕朝下摔在水泥地面上，碎成了蛛网。张琪踩了一脚上去，捻了捻，老老实实受着吧。手机碎了，车被砸了，我弯腰去捡手机，屏幕全黑了，按什么都没反应，没法联系陈教授了。林梦瑶从车里钻出来，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她打量我的目光里多了一层新的东西，不是愤怒，是审视。她忽然凑近，伸手拨了一下我的领口。你脖子上戴的什么？工装外套领口敞开的地方露出一截红绳，红绳系着的那枚东西，我贴身戴了12年。把手拿开。林梦瑶往前一步，手指勾住红绳，猛地往外一扯，银戒被拽了出来。银质指环，表面刻着微型实验室纹路，是我妈妈戴了半辈子的东西，也是她留给我的唯一一件遗物。成色不错嘛，也是我老公买给你的。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你妈的！张琪吃了一声。你妈要是知道女儿当了别人的三儿，怕是在地底下都要气活了。林梦瑶盯着我看了2秒，忽然笑了。你越在乎，我就越看不惯。她举起银戒，对着阳光照了照。别！我扑上去，手指差了不到3公分，她的手松开了，银戒脱出，在空中划了一条很短的弧线，落地摔成了4、5瓣。我蹲了下去，膝盖磕在水泥地上。我爸妈临走那天把这枚银戒托人带回来，他们说等任务结束就回来给我过生日，但他们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有2个骨灰盒和这枚银戒。陈教授说他们走的时候很安静，最后一句话是让他把银戒交给我。我把所有碎片拢在手心，站了起来，血混着腻，沾满整个手掌。灰夹克分开人群走到前面。你们有没有搞错？这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张琪烦躁地挥手，你别来添乱了。灰夹克对林梦瑶说，梦瑶，那辆车不是私人车辆，普通人拿不到。林梦瑶转头看向老同学们，各位，二姑父退伍好多年了，什么车型都分不清楚了，大家别被误导。李雪立刻接话，就是，梦瑶都拿出照片了，还能有假？灰夹克被挤到人群后面，摇了摇头，不说了。唯一一个可能替我说话的人被按了回去。林梦瑶转向我，沈之薇，今天我大喜的日子，你跑来闹事，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跪下来，叫我一声嫂子。他弯下腰，凑到我耳边，你要是不答应，我保证这些照片和视频传出去之后，你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我把碎片小心地放进裤兜，擦了擦手上的血。不可能！张琪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后领。张琪把我推了一个踉跄，膝盖再次磕在了地上。跪下就对了嘛，他居高临下。我没跪。我撑着地面站了起来，周凯兰在我前面。沈之薇，道个歉，大家都好下台。李雪补了一句，高中的时候装清高，看谁都不搭理，没想到7年过去了，做的全是见不得人的事。你们够了，我最后说一次，我不是三儿。你们今天做的事，每一件都会有后果。林梦瑶大笑了一声，后果？你连手机都没了，连一个能帮你的人都叫不来，你就是一个人。他转头看向老同学，给我教训他，谁动手最卖力的，事后10万。钱字一出口，效果立竿见影。张琪一把攥住我的头发朝后拽，周凯从侧面踹了我小腿一脚，王婷拧开矿泉水朝我脸上泼了过来。当三儿还这么横，你以为你还是高中那个学霸，还不是靠身子挣钱？赵老师靠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一言不发。我注意到他的脚动了一下，但最终没有上前，反而默默退了2步。林梦瑶蹲到我面前，用手指捏起我的下巴。沈之薇，你服不服？你不配让我服。打，往狠了打。几个人同时围了上来，拳脚一起招呼。有人踩我的手，有人揪我的头发，有人用指甲划我的脸。我扛着这些拳脚，弯腰护住了裤兜，兜里是那些碎片，我爸妈的遗物，谁都不能碰。还护着？你护的破石头比你自己的命都重要。我咬着牙没吭声。林梦瑶转向围观群众，扬了扬手，各位父老乡亲，这就是勾引别人老公的下场。人群里爆发出叫好声，有人朝我吐了一口，有人大声骂着脏话。我擦了把脸上的水，慢慢直起身，头发散了，嘴角破了一块，膝盖磨破了，手上的血已经干了。我看了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看过去，从林梦瑶到张琪，到李雪，到周凯，到王婷，到赵老师，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后悔今天做的事。林梦瑶笑得更开了，一个连手机都被砸了的落魄鬼，能让我怎么后悔？其他人哄堂大笑，笑声非常大，大到几乎盖住了另一个声音，引擎的声音，不是一辆车，是很多辆。那个灰夹克的二姑父脸一下子白了。那是什么？所有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巷口外的公路，一辆接一辆的制式越野车正在驶来，排着整齐的纵队，10辆、20辆、50辆，还在来。越野车停下来的时候，巷子口的空气都安静了，车队排了整整2列，从巷口一直延伸到镇外国道上，尾巴看不见。头车的车门打开，陈教授从车上下来了。今天穿的不是白大褂，是一身正装，身后跟着4个穿制式短袖，腰间别着通讯设备的人。在后面2辆中巴车下来的20多号人，全部是实验室安保组。他一下车就看到了我，他的脚步停了1秒，然后看到了我脸上的伤，手上干涸的血
散乱的头发，湿透的衣服。他没说话，先走到被砸的车旁边看了一遍，座椅被划烂，仪表台被踢碎。他蹲下来捡起地上的车钥匙挂件，攥在手里，然后站起来，转身面对这一院子目瞪口呆的人。谁干的？3个字，声音不大，但周围几十号穿制服的人同时向前迈了一步，整整齐齐。张琪是第一个腿软的，他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撞到了身后的李雪。你们是什么人？张琪第一个腿软。陈教授走到我面前，把外套脱下来披到我肩上，然后转身看向人群。这辆车是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公务专车，配备特种防护车体，使用内部专属牌照。损毁这辆车不是赔钱的问题。林梦瑶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不可能，这是我老公的车，我有照片。他哆嗦着翻出手机递过去，陈教授接过来看了一眼。傅斯年确实坐过这辆车。林梦瑶松了一口气，你看，我就说，因为他来实验室接小沈的时候，小沈让他坐过几次。他把手机递回去，但他没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这辆车登记在实验室名下，专人专用，配给的是沈之威。沈之威。林梦瑶愣了不到3秒，迅速换了一副表情，委屈。她眼眶红了，捂住脸转向人群。各位，这人我不认识，谁知道是不是他请来的托？我跟思年在一起3年了，他亲口跟我求的婚。张琪跟上。对啊，谁知道是不是花钱雇来的？但他的声音已经没有之前理直气壮了，因为几十辆制式越野车还停在巷口，20多号穿制服的人还站在院子里。这种阵仗花钱雇不来。陈教授没有看他，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开了免提。喂，傅斯年吗？我是陈静之，你太太在你那位林小姐的婚礼上，你的车被砸了，你太太也被打了。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什么？我说你太太被打了，你要是有空，建议你过来一趟。他挂了电话，看了我一眼。小沈，他15分钟能到。林梦瑶的脸控制不住了。他叫思年什么？太太。你是什么？你有结婚证吗？林梦瑶的嘴张了张。我们还没来得及。没领证就不是夫妻。整个院子一片死寂。15分钟后，一辆黑色轿车急刹停住，傅斯年从车里几乎是跳出来的，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满头是汗。他进院子第一眼看到我脸上的伤，然后看到了林梦瑶穿着婚纱，站在那条写着他名字的红色横幅下面。林梦瑶。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是怎么回事？林梦瑶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扑上去。思年，你听我解释。傅斯年往后退了一步，他扑了个空，踉跄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过跟你结婚？你当着我朋友的面叫我宝贝，你送我包，送我车。林梦瑶，你清楚我花的那些钱是什么性质？你帮我在几个饭局上撑场面，我给你酬劳。结婚，从头到尾这2个字我没说过一次。你骗人！他转向围观的同学，没有人接话。李雪缩了脖子，张琪往后挪了半步。傅斯年走到我面前。志威。我往旁边避了一下。别碰我，你跟他没有什么，但他在你的书房拍照，坐你的车，玩你的胳膊。你在群里说追求他很久，你说你不知道。他来书房那次是有一次商务聚会。我不想听。我转向陈教授。陈老师，我想回去了。我走向备用车的时候，林梦瑶忽然喊了一声：沈之威，你以为你赢了？我转过头，他眼泪还挂着，眼睛已经完全变了，不是委屈，也不是害怕，是恨。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没完。我上了车，车门关上的瞬间，你等着。回到实验室第2天，陈教授把我叫进办公室。车的事该走的程序已经走了，打你的那些人，我们这边也留了记录，你想怎么处理？不追究了，那些人是不明真相的老同学，被林梦瑶利用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陈教授看着我，你妈也是这个脾气，明明受了委屈，第一反应是算了。下午，江姐端着2杯茶进来，把一杯放在我桌上。听说你请了1天假就被人打了，消息传得挺快。那可不，陈教授调了100多辆车出去接人，整个所都知道了，不过细节没人清楚。你愿意说说吗？我老公的情人办了一场婚礼，全班同学都去了，他们以为我是4儿。江姐端茶的手停住了。你老公什么意思？他说他不知情，你信吗？我没回答。江姐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行吧，你先歇着，手上的伤让医务室看一下。银戒的是碎了。江姐的表情变了，她知道那枚银戒的来历，实验室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碎了，被人摔的。江姐放下茶杯，沉默了很长时间。沈之威，你不想追究可以，但你要是改主意了，告诉我一声。她起身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补了一句：你爸妈那种人可不是白牺牲的，谁欺负他们闺女，我第一个不答应。安静了3天，第4天，江姐帮我截了图，我已经被踢出了同学群。林梦瑶在群里发了一段长文，大意是我在婚礼上闹事，找了人冒充科研人员吓唬她，还编造说辞，污蔑她是第三者。她说她和傅斯年的感情经得起考验，她说她已经搬进了云静湾的别墅，说我是为了破坏别人幸福不择手段的疯女人。长文后面附了截图，是傅斯年跟她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几条暧昧消息，
有约饭的对话，还有一条疑似傅斯年发的想你，一半是真的，一半是拼接的，时间戳对不上。他把不同日期的消息截在同一屏。那天下午连续收到3条陌生号码的短信。第一条，沈之薇，你别以为找几个人就能吓到我，孟瑶可不是好欺负的。第二条，听说你在某个保密实验室上班，多保密啊，我看就是编出来骗人的。第3条，奉劝你离思年远一点，他跟孟瑶才是真爱。号码不同，但说话语气一模一样，是张琪的手笔。晚上8点，傅思年的电话打进来，这次我接了。之薇，林梦瑶搬进云静湾了，她换了门锁。那是你的事，你跟林梦瑶的关系，我不想在电话里听你解释。你要说就当面说，但不是现在。好，你说什么时候，我随时到。我挂了电话，放下手机的时候，发现江姐站在实验室门口，胳膊抱在胸前看着我。你这是打算怎么办？等他出下一招，他搬进了我家，他不会收手的。5天后，云城医药商会的年度晚宴，陈教授递给我一张请柬。实验室有个合作意向要谈，对方是宁氏资本的宁老爷子，只信你爸团队的人。我到晚宴的时候，刚拿了杯水站到角落，就听到一阵熟悉的笑声。林梦瑶穿着银色露肩晚礼裙，手挽着中年女人的胳膊。3年前联姻签协议时她在场，但全程没跟我说一句话。今天她挽着林梦瑶的胳膊，笑得很亲热。林梦瑶也看到了我，笑容反而更大了。她拉着傅老太太径直朝我走过来。傅老太太打量了我一眼，你就是沈之薇。她摆了摆手，思年跟梦瑶的事我做主，我已经让律师准备离婚协议了，你签字，梦瑶才是正经的妻子。林梦瑶低下头，做出不好意思的表情，但嘴角藏不住笑意。那你知不知道傅思年的公司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靠的当然是他自己，靠的是我的背景。这句话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3桌的人都听到了。这时候大厅入口处传来一阵动静，一个满头白发腰板笔挺的老人走了进来。宁老爷子，他进门第一眼扫了全场，然后他看到了我，他径直穿过大厅，路过了好几桌跟他打招呼的人，一个都没停，走到我面前站定。你就是老沈的闺女，跟你爸年轻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爸当年做的那套研究救了多少人命，你知道吗？整个云城生物医药行业能有今天，你爸那个团队的功劳少不了。全场安静了。宁老爷子转过头看了林梦瑶一眼，又看了傅老太太一眼。这2位是？我是傅思年的母亲。傅老太太的声音低了一半。宁老爷子哦了一声。傅思年啊，他的公司是不错，不过他那摊子能做起来，主要靠老丈人家的面子，圈子里谁不清楚这一点？他说的随意像在聊常识，但效果比任何反驳都狠。傅老太太的脸红了又白，林梦瑶退了半步。宁老爷子没再理他们，拉着我往大厅另一侧走。来，小沈，聊聊合作的事儿。晚宴第2天，傅思年来实验室门口，陈教授通知我的时候，我正在整理实验数据。你老公来了，在门卫那儿等着。让他等着。他说等多久都行。我拿着一摞文件走到门卫室的时候，傅思年站在大门外面，双手插兜来回踱步。看到我出来，他走上前2步。之薇，说吧，5分钟。林梦瑶的事从头到尾我有错，她在几个饭局上帮过我忙，我给了好处，慢慢她就得寸进尺了。但我从来没想过跟她结婚。你给她发想你？我没有，那是拼接的，你可以查我的手机记录。之薇，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你，这个婚我不会离，我妈那边我来处理。你妈已经让律师准备离婚协议了。协议我不会签，她不清楚状况。你不能告诉她。我知道，所以我先处理林梦瑶，把她从家里清出去，把家的聊天记录拆穿，让我妈看清她是什么人。5分钟到了，你先把事情办了再来找我。我转身走回了大门里面，身后没有脚步声。进了楼道，我靠在走廊的墙上站了一会儿，裤兜里那几片银戒碎片硌着我的大腿，很疼，但我不想挪开。傅思年说要处理林梦瑶，结果第一个跳出来的不是他，是傅老太太。江姐带进消息，你那个婆婆在云静湾开了一桌家宴，当众宣布林梦瑶是未来的傅太太，还说你这个撇协议老婆马上要签字了。她怎么知道是协议婚姻的？林梦瑶告诉她的。江姐掏出手机，点开一段录音，是她托人录的。傅老太太的声音很清晰，我那个儿媳妇结婚3年，1年回来不到1个月，你们说这叫什么？养猫都比她有感情。林梦瑶的声音适时插进来，阿姨，我就是单纯想照顾好思年和您。傅老太太的笑声，所以我说嘛，梦瑶才是我傅家该进门的人。那个姓沈的，趁早让他走人。你什么打算？等林梦瑶自己犯错。你怎么知道她会犯错？这种人最大的毛病是忍不住。3天后，云城最大的八卦论坛出现了一篇帖子，标题：傅氏医药总裁的原配竟是3上位，知情人爆料全过程。帖子里附了大量图片，有林梦瑶和傅思年的合照，拍摄角度精心挑选，每一张都暧昧到恰到好处。有所谓知情人的匿名陈述，说我是靠不正当关系攀上傅家的，林梦瑶才是原配。有婚礼当天的现场视频，但被剪辑过，致使越野车抵达的画面被剪掉了，只留下了我被人围住推搡的片段。
配上了一段旁白。该女子疑似精神状态不稳定，当众闹事。帖子下面的评论一面倒，这年头3儿都这么嚣张了，人家正主结个婚他都要去闹场，长得也不怎么样嘛，比林梦瑶差远了。同情富士医药副总，摊上这种疯女人。帖子上了热搜，2小时转发超过5万。下午，实验室行政告诉我有3家媒体打电话来询问我的身份信息，他全挡回去了，但建议我汇报给陈教授。陈教授看完帖子，小沈，你不想追究是你的事，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有人在另一个平台传了那段越野车的视频，问这是什么单位。如果被有心人顺着查下去，你的信息会暴露。领导，再给我一点时间。多少？1周。不能再多了。我走出办公室，拨了傅斯年的电话。帖子你看了？看了，查到了发布账号，注册信息用的是张琪的身份证，登录地址在云静湾别墅。也就是说，就是林梦瑶发的。对。那你应该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傅斯年花了2天搜集证据，调出了别墅出入记录，还拿到了林梦瑶跟张琪的真实聊天记录，比我想象的还难看。林梦瑶对张琪说，反正他是涉密的，有什么事都不能公开，我就利用这一点把他的名声搞臭，只要他签了离婚协议，一切都是我的。张琪，那老太太呢？林梦瑶，老太太已经被我拿下了。张琪，你这一步步也太绝了吧。林梦瑶回了3个字，他活该。傅斯年约了傅老太太见面，地点在富士医药总部会议室。前20分钟一条一条展示证据，后20分钟傅老太太一言不发。前10分钟他一直替林梦瑶辩护，后来我把登录地址摆出来，精确到哪台设备、哪个时间段、哪个房间，他就不说话了。你打算怎么收场？还差一步，让林梦瑶在我妈面前表演一次。后天富士医药新项目发布会，林梦瑶一直缠着要出席，我妈也会到，我需要你也来。好。发布会，云城国际会展中心，200多号嘉宾坐满了主会场的前8排。我到的时候，会场已经布置完毕，舞台正中间挂着富士医药的新标识，背景屏上滚动播放着项目介绍。林梦瑶穿了一身红色修身裙，站在签到台旁边，笑盈盈地迎来送往。她今天化了全妆，头发挽成低髻，耳朵上的钻石耳环不停晃动。每来一位嘉宾，她都主动握手。您好，我是4年的未婚妻林梦瑶。张琪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像贴身秘书一样帮她递名片。我站在会场侧门，看着这一切。江姐跟我一起来的。你这位情敌胆子真大，都到这地步了，还在外面冒充你的身份。他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你紧张吗？不紧张。那我紧张。江姐搓了搓手，张琪在后面帮她递名片。发布会在下午2点准时开始。傅斯年上台致辞，他讲了10分钟项目规划，语调平稳，没有任何异常。台下的林梦瑶全程微笑，偶尔对着傅斯年做出鼓励的表情。致辞结束后，进入嘉宾交流环节。他带着他走到主桌，主桌上坐着3个人，宁老爷子、傅老太太，还有一个中年男人。赵律师打开文件夹，抽出一沓纸放到桌上。林梦瑶女士，这是你在某八卦论坛以匿名账号发布不实信息的完整操作记录。你在云静湾别墅使用家中网络登录该账号，发布时间与你入住记录完全吻合。另外，这是你与张琪女士的聊天记录截图，内容涉及策划诽谤、伪造证据。林梦瑶低头看了一眼，手开始抖了。不是你。傅老太太终于抬起头，脸上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人耍了之后特有的冷。你跟我说沈之薇是靠协议嫁进来的工具人，你说你才是她真正爱的人，我信了你，替你说话，替你撑场面。他从包里掏出一张打印纸拍在桌上，那段对话老太太已经被我拿下了，被红笔圈了出来。林梦瑶的脸一下全白了。你闭嘴。傅老太太站起来，这3个字压得林梦瑶肩膀矮了一截。宁老爷子喝了口茶，这姑娘就是你上次带到晚宴上那个，就是你信誓旦旦说是你儿媳妇那个。宁老，这事儿是我看走了眼。何止看走了眼，你被人卖了，差点还帮人数钱。林梦瑶的眼圈红了，但跟之前在婚礼上的红不一样，这次是真的怕了。她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的椅子，然后她的目光扫过人群，找到了我。我站在10米外的位置，双手交叉在胸前。我没有笑，她看我的那一秒，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3种情绪：恨、怕、不甘心，尤其是最后一种不甘心。这说明他还不会就此罢手。傅斯年走到话筒前面，各位来宾，我有一个私人声明，林梦瑶女士不是我的未婚妻，从来不是。我已婚，我的妻子是沈之薇。200多号人的视线同时转向我，宁老爷子身旁坐着的一位投资人忽然站起来。沈之薇，沈剑锋和秦舒然的女儿。这2个名字在场的人不一定都认识，但在云城科研圈子和部分商界人士中间，我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有分量。他们牺牲后，组织上追授了荣誉，虽然不对外大规模宣传，但圈子里知道的人不少。他爸妈是当年那个，就是那个团队，了不得。他也在那个实验室7年了。私语声在会场蔓延，林梦瑶站在原地，周围的人自动跟她拉开了距离。张琪早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赵律师看了她一眼，林女士，后续法律事宜函件会发到你的通讯地址。她穿着那身红裙子，站在200多人中间，没有人靠近她。我以为林梦瑶会安静一段时间，但
但他没有。第4天，他联系了傅斯年的2个主要合作伙伴，一个是城西商业综合体项目的联合开发商韩家，一个是云城港口物流的一家供应链公司。他分别约了他们见面，用的理由是替思年传话。实际上他说了2件事：第一件，富士医药内部不稳，建议2家提前退出；第二件，我的所谓涉密身份是编的，一半为了报复傅斯年，一半为了釜底抽薪。韩家那边老韩头跟傅斯年确认后没理他，但物流供应链那家公司冻结了一笔正在走流程的付款，理由是内部风控审查，金额300多万。钱本身不多，但动款这个动作一旦被同行知道，连锁反应会很快。傅斯年打电话来的时候，罕见地带了火气。林梦瑶疯了，他做了什么？他把2件事说了一遍。韩家那边没事，老韩头精得很，不会被他忽悠，但物流那边出了问题。动了多少？300多万，钱本身不多，但他们动款这个动作一旦被同行知道，连锁反应会很快。你需要我做什么？你能让陈教授出面跟物流那边打个招呼吗？他们老板以前好像跟你实验室有过合作。这种事不能用公对私，那怎么办？你解决不了。他沉默了几秒，我来想办法。傅斯年，林梦瑶敢去找你的合作方，说明他手上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信息。你之前跟他来往的时候，有没有带他参加过内部的商务会议？有一次。他在那次会上听到了什么？几个项目的推进节点和报价。你信息管理太差了。我知道。他的事他自己先处理，我帮他太容易了，只会让林梦瑶更恨我。我需要他亲手把自己作死。第5天，林梦瑶找到了富士医药一个新项目的竞标对手新恒地产，她约了徐老板吃饭，说自己掌握富士医药内部的项目报价和商业策略，条件只有一个，帮他在圈内散布我的负面消息。宁老爷子告诉我的。小沈，你那个对手不简单，一个女人没钱没势，就靠一张嘴，搅得富士上下人仰马翻。他最大的武器是傅斯年对他的疏忽，不过他找到老徐这一步算是踩线了。老徐上周刚净，消息要是漏出去，对他来说也是个麻烦。如果有人把林梦瑶跟他见面的事儿捅到明面上，宁老爷子笑了。小沈，你比你爸聪明，你爸搞人际关系就是个木头。当天晚上，傅斯年说物流那边的事解决了，他亲自飞了一趟对方总部。知尉，林梦瑶去找新恒的事你知道了？我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有，但不告诉你。你的信息管理能力不值得信任，你负责你那摊事，我负责我的。第2天，我让江姐帮我约了一个人，程思思，林梦瑶大学时期的闺蜜，后来因为林梦瑶抢了她一个实习机会翻了脸。但林梦瑶不知道的是，程思思跟我有过一面之缘。4年前一个学术访问活动上，她作为志愿者给我递过话筒。江姐调查了她的现状，她在云城本地一家中型公关公司做执行总监，能力不错，但一直不温不火。你找我是因为林梦瑶的事，她在论坛搞的那些事，我一眼就看出是她的手法。大学就这样，当面笑嘻嘻，背后捅刀子。我需要你帮一个忙，林梦瑶跟新恒徐老板见面的事，需要让更多人知道，但不能从我这边传出去。云城商圈3天之内。他端起茶杯，行。消息传开的速度比3天还快。程思思在几个商务社交圈子里用不同马甲提了一嘴，商圈最怕的不是丑闻，而是内部信息泄露给竞争对手。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跟林梦瑶划清了界限。徐老板的合伙人连夜让他切割。他在商会群里发声明，新恒地产与林梦瑶女士没有任何合作关系，翻译过来就是我不认识她。陈教授在这个节点给我打了电话。帖子那边你不用操心了，上面看到了相关舆情，已经安排人对接平台方，涉及你身份信息的内容会被内部处理。谢谢陈老师。另外有个消息告诉你，实验室今年的年度表彰名单定了，你在上面。什么级别的？国家级的。授奖仪式下月初举行，届时会有对外通稿，你的名字和研究贡献会在通稿里公开，范围不大，但业内都能看到。我愣了一下，7年来我的身份和工作从来没有被公开提及过。这是组织上的意思？对，他们考虑到你最近的情况，决定在适当范围内给你证明，不涉及涉密内容，只公开你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级别。明白。还有一件事儿，你爸妈的银戒，我找了个老师傅看了，碎片收集的比较全，可以用金缮修复，不能完全还原，但能保住形状。我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你把碎片带来，我帮你送过去。好。我站在窗边，看着实验室院子里一排老梧桐树，有风，树叶翻着白肚皮，裤兜里的碎片硌着我的腿。我把它们掏出来，数了一遍，7片，一片不少。仪式前2天，林梦瑶出现在了富士医药总部的大堂。这次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高跟鞋，她穿着一件白色卫衣，
头发散着，拎了一个纸袋。他直接越过前台往电梯走，保安拦住他，他甩开对方的手。我找傅思年，他必须见我。助理下来把他带上了楼。傅思年在总裁办公室接了他，他让助理把门留了一条缝，录像全程打开。林梦瑶进了门之后，站了几秒没说话，然后他把纸袋放在桌上。这里面是你之前送我的所有东西，首饰、卡、包的小票，我全还你。傅思年没有碰那个袋子。你来就为了还这个？3年里，你对我到底有没有过1秒钟的真心？有过在意，但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这句话你应该早就知道了。林梦瑶的身体晃了一下。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错，我付出了什么？工作丢了，名声臭了，朋友全跑了。傅思年没有退。你的处境多数是你自己造成的，冒充我未婚妻办婚礼，策划网络诽谤，把商业资料泄露给竞争对手，每一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推，是事实。林梦瑶的眼圈红了，这一次不是表演。傅思年，你会后悔的。他转身往外走，拉开门的一瞬间撞上了我和陈教授。我们是来送表彰仪式请柬的。林梦瑶看到我，整个人定住了。来工作，又是来炫耀，觉得你赢了。林梦瑶，从头到尾，你跟我之间就不存在输赢，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赛道上。你在争一个男人，我在做我的研究。你把所有筹码压在一段不存在的关系上，然后输了。这不是我赢了，是你一开始就赌错了。陈教授站在旁边看了林梦瑶一眼，很平淡。这种被忽视比任何愤怒和指责都狠。林梦瑶攥着空纸袋从我们身边挤过去，小跑着离开了走廊。电梯门关上的时候，里面传来一声很轻的抽泣。国家级表彰仪式如期举行，大厅里坐了300多人，我坐在受表彰人员的第1排。7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正式场合露面。陈教授带我上台领过2次内部表彰，每次回来都跟我说一样的话：小沈，等合适的时候你自己上去。今天就是那个时候，颁奖词由研究院院长亲自宣读。沈志威同志在港7年间主持并参与完成了多项重大生物医药课题，主导新一代8项抗癌药起名，01研发攻坚，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国家级医疗工程3项，间接服务民生，覆盖人口超过2000万。其父沈建峰同志、其母秦淑然同志均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早期核心研究人员，2人在执行科研任务期间因公殉职，追授1等功。沈志威同志继承了父母的遗志，以7年如一日的坚守。台下有人在擦眼睛，我没有哭，因为我爸妈教过我领奖的时候要笑。我上台的时候，全场起立鼓掌，掌声很大，大到地板在震。领完奖走下台，在过道里看到了傅思年，他坐在来宾区末排，2只手握在一起，低着头。我路过他的时候，他抬起头，什么也没说，但他的眼圈红了。通稿当天下午发了，我的名字和成就被正式公开。消息传开那个晚上，高中同学群里有人终于破了沉默。李雪发了一句：那个沈志威真的是。没有人回复，整个群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人说过一句话。林梦瑶消失了1周，但傅老太太来了，她直接找到实验室门卫室，递了一张名片进来，背面写了一行字：请沈志威同志出来见我一面，我等多久都行。他穿着深灰色大衣，没化妆，头发比上次见面白了一截。小沈，他叫的是小沈，不是沈志威。我来是想跟你道歉。他掏出一个红色绒布袋，里面是一支橙色极好质地温润的银镯。这儿不是你妈妈那儿没，独一无二，谁也补不了。这是我婆婆留给我的，戴了30年，现在给你，算我替林梦瑶赔的。我不要。傅老太太的手停在半空。小婶儿，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我不该听林梦瑶一面之词就对你下定论，我更不该在晚宴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你签离婚协议。你不要这只镯子，行，但你得让我把这几句话说完。我没有打断他。思年这孩子从小没什么主见，他爸去世的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林梦瑶就是那种知道怎么让一个男人觉得自己被需要的人。我以前觉得他挺好，懂事，嘴甜，未来式。思年不肯带我出去应酬，他带。思年顾不上我生日，他记着。我以为他是真心对我们家好，后来我看了那些聊天记录，才知道他从第1天起就是有目的的。我恨他骗了我，但更恨我自己蠢。他把绒布袋收回去放进包里，他转身要走，走了2步又停下来。小婶儿，思年那孩子确实不行，但他对你是真的，你要是不信就再看看。他没有等我回答，大衣的下摆在风里翻了几下，走了。周副经理的事，傅思年当天晚上就处理了。顺着数据流往下查，这个周副经理过去半年调取了16份内部文件，其中3份涉及核心供应商合同细节，截图发给了林梦瑶。傅思年在内部会议上直接点了名。当天下午，人事部按程序开了他。林梦瑶的最后一条暗线被切断，然后他去找了赵老师，高中班主任赵老师。自从婚礼那件事之后，他一直心神不宁。他在婚礼当天偷偷踹了我2脚，这件事没有被当众揭出来，但他自己知道。他怕林梦瑶要求他在群里带头给他说话，发一段作为老师我站在林梦瑶这边的长文。赵老师答应了，但他还没来得及发，傅思年的助理找到了他。助理拿出一份文件，婚礼当天的完整监控录像，有人用手机拍的，里面有赵老师的正脸，还有他的脚，踹在我腿上的那2脚清清楚楚。赵老师看到录像的那一刻，据说他的筷子掉在了桌面上。赵老师，助理语气很客气，这段录像目前只有副总和沈女士看过，沈女士说不追究。
但如果你还打算替林梦瑶说话，他会重新考虑。赵老师在那张椅子上坐了10分钟没动弹，最终给林梦瑶回了一条消息：这件事我帮不了你了，以后也别联系我了。然后他退出了同学群，在他之后2天之内又有10几个人退了群。你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全跑了？当初帮我打人的时候不是挺积极的吗？还是没人回。3天后，群被系统自动解散了。林梦瑶在所有人的生活里彻底失去了位置，不是因为有人把她推出去，而是所有人都主动退开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她站在一起。表彰仪式1个月后，陈教授把修好的银戒交还给了我，白色的接缝处填了细细的金线，弯弯曲曲的，不一样了，但还是妈妈的戒指。12年来，她第一次回到这个位置，重量跟以前一模一样。那天晚上，傅斯年来实验室接我下班，这是3年婚姻里他第一次做这件事。他的车停在门口，人靠在车门上等我。看到我出来，他走上前，他递过来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2样东西，一份傅氏医药股权转让协议书。傅斯年把30%的股份转到了我名下。你的名分，3年前你帮了我，该给你的我一直没给，这30%不是报酬，是你本来就应得的。这件事等我想清楚再说。他又从口袋里掏出第2样东西，是一张照片，不是抽屉里那张，是我没见过的。拍摄地点是一个海边，我妈穿着碎花裙子站在礁石上，我爸伸手去拽她，怕她摔，2个人都在笑。翻到照片背面是我爸的笔记，老婆不让我说她漂亮，但她今天确实漂亮。我把照片贴在胸口，月光照在实验室门口的梧桐树上，风把叶子吹得沙沙响。那些年一个人走过的路，那些没有爸妈在身边的日子，在这一刻全部涌上来了，不是苦，是值得。5年后，云城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大会现场，我受邀坐在主席台上，身后的屏幕上滚动着这些年项目数据，覆盖人口从2000万增长到8000万。宁老爷子也来了，80出头了，精神头比5年前还好。他坐在第一排，冲我竖了个大拇指。傅氏医药如今的市值是5年前的3倍，当年那笔30%的股份，我最终接了，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傅斯年说的对。它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傅氏医药和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联合投资了一个以我父母名字命名的生物医药科研基金，每年资助3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学医、做研究。这是傅斯年提的主意，我同意了。傅老太太现在住在云静湾别墅的2楼，她把自己那只戴了30年的银镯重新收了回去，不是因为我不想要，是因为她说你有你妈的戒指了，我的这只我留着，等以后给我孙女。她对我的态度从客气变成了唠叨，冬天催我穿厚，夏天催我打伞，每周至少打3通电话，问我吃了没，很烦，但很暖。傅斯年坐在台下第2排的来宾席上，今天他没穿西装，穿了一件我送他的深蓝色衬衫。我低头看了手腕上的银戒，金线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像一道亮亮的疤，碎过但补回来了。大会结束后，有人在出口处拦住了我，是李雪，她比5年前胖了些，穿着件米色风衣，手里攥着一个信封。知薇，她叫我应了一声，我来是给你道歉的，当年的事我做错了。她把信封递给我，里面是一封手写的道歉信，3页纸，写得很长，我接过来没打开。收到了。他点了点头，转身要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知薇，他叫我问怎么了？你妈妈的银戒修好了吗？他走了几步又回头。你妈妈的银戒修好了吗？我把手腕抬起来，让他看了一眼，他的嘴唇抿了一下。那就好。他快步走了。傅斯年走过来问：谁找你？一个老同学来道歉的。傅斯年问：原谅了？道歉收了，原不原谅的无所谓了。5年前我走过这条路的时候，手上捏着碎成7片的银戒，今天手腕上的戒指是完整的，碎过的东西补回来，反而比以前更结实，人也一样。我推开大门，外面阳光正好。林梦瑶的近况我听说过一次，她去了南方一个小城，开了个网店卖护肤品，生意一般，头像换成了风景图，签名改成了一句心灵鸡汤。张琪回了老家，在镇上超市做收银，有人问他认不认识林梦瑶，他摇了摇头，不认识。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惩罚不是被打倒，是被所有人忘掉。走出大门的时候，傅斯年伸手牵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没有甩开，阳光打在金扇修复过的银戒上，碎裂的纹路变成了一道道金色的光。我妈的戒指，我爸的照片，他们没能回来的那天之后，我用了20年走到了这里。知薇，回家吧。傅斯年说，我应道，回家。